蛇兄，咱不是商量好了吗？你来了就直接喝，不用叫醒我，走的时候也不用叫醒我。因为你，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过整觉了。蛇有的时候太礼貌了也不好，你知道吧？算了，估计你也听不懂。这种感觉，就好像工作忙了一天，晚上还要被热情的同事拉着聚餐。惹不起你，我总躲得起吧？这次不会再有人来打扰我了吧？被人摘了蛇心了，谁要替你做主啊？新月夜就要到了，离我们出山的日子不远了。蛇兄，你来啦！快快请坐。蛇兄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事儿。你在师祖身边待了这么久嘛，你肯定知道他的喜好呀。如果想要讨好师祖，该怎么办呢？师祖，您看这桌子，我擦得明光锃亮。啊，还有这地，也纤尘不染。今日有何事求我？昨天晚上我肚子又疼了，痛得我命都快没了。上次您不是用血救了我一下吗？你想如何？我想你随叫随到，无偿献血。我就是想，以后您能不能用您珍贵宝藏的血液，及时救我于危难当中啊？毕竟我这小小的身体，还是能帮您的忙的嘛。我们互帮互助，好不好？和我谈条件。不敢不敢，是恳求。想要我的血，啊，看我心情。那您怎么才会心情好呀？祖宗也怪可怜的，这还需要思考。杀人？啊，你替我去杀人？这有点超纲了吧？师祖，你别走啊！你等着，我肯定会找出你其他需求的。师祖，您辛苦了一上午，我来侍奉您了。我听说您睡眠不好，根据我多年的打工经验来看，多半是烦恼太多、太焦虑导致的。蛇兄，怎么样能让师祖心情变好呢？
师祖喜欢枕头。哦，师祖睡不好觉，他睡不了觉。可笑，有何事值得我挂心？总之呢，我带来了解压3件套，配合我独特的按摩手法，不妨您试一试。终于要对我下手了。放轻松哈。老板，您看我这么诚心诚意的侍奉您，不为别的，我就是想问问您，我那个待遇能不能再商量一下呀？何为待遇？又是为了我的鞋？对呀。还有，您看啊，我已经连续上班5天了，连续干活5天了，别说双休了，连单休都没有。你怎么如此龌龊？他竟是在睡觉。庚辰仙府如今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是故意派他来激怒我，还是真的没用到这种地步？完全没发现他是个魔域的奸细。冤枉啊，祖宗！蠢蛇！我怎会因一个区区魔域之人而头疼？分明是我身体里的灵火在作乱。我倒要看看，他究竟要做些什么。他怎能睡得这么沉？难问。走了。闹钟怎么没响呢？这花还怪奇怪的，晚上还会发光呢。那不是前几天被师祖打飞的妹子吗？
廖师妹，师傅唤你去竹取幽浦找他。廖师妹，师傅，竹取幽浦。师妹不要太担忧，你刚来青谷天，不知那三圣山是师祖修炼禁地，才会擅自闯入的。师傅是不会因此怪罪于你的。快跟我走吧。青谷天，青谷山，这俩怎么这么像？三山科技的魏总你知道吧？他看了你青谷山的案子，觉得不错。你今天晚上连夜赶去青谷山，明天一早亲自去拜访他。廖师妹，算了，说多错多，先演着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世界？师傅，廖师妹带到了。好，长青徒儿，你先去忙就是。是，徒儿先行告退。那我……庭院徒儿，为何还不进来？让为师探查下你灵府情况。看来我这个身体姓廖名庭燕。三圣山外的结界，果真是伤了你的灵府。灵府？那个是啥呀？灵府是一个人最隐秘的地方，神识、神思、神魂都在其中。说的什么啊？怎么都听不懂啊？若是伤了灵府，便会像你这样意识混沌，胡言乱语。既然你已忘却前尘，那为师便来告诉你，这里是青谷天庚辰仙府下四时之宫的一个小门派。你已拜入我青谷天门下3月有余。这次叫你过来，是为师马上要带你出发，参加选拔。不是吧？这神仙世界怎么也还要卷啊？这你都忘了？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慈藏道君，马上就要结束500年的闭关了，所以师掌门和8大公主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进山，照顾师祖的日常起居，跟随师祖潜心修炼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们青谷天不过是凑数罢了。那我就是个分母嘛。行，只要活着，什么都好说。徒儿莫要害怕，在你脚下，便是绵延8888里的庚辰仙府。开山至今已有几十万年。最初建立庚辰仙府的始祖，乃至后来每一代的掌权者，皆姓司马。如今，庚辰仙府的最后一位司马，便是这位即将出关的慈藏道君。哦，看来这位师祖在你们这里是那种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啊。师祖，自然是最德高望重的。整个庚辰仙府，就是因为师祖才得以拥有充沛的灵气。至于师掌门，他是内府的掌权者，师世历代负责侍奉、守护司马一族。啊。而内府又分为8大宫，8大宫下面则有着我们这些小门派。咦，师傅，既然师祖已经出关了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，还要选人进去啊？这个嘛，为师也不是很清楚。兴许是师祖喜爱清静，不愿出山吧。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8大宫公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
不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。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修为高的弟子呀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来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哪个宫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呀？你好，我是40之宫新古天一脉的东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生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，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，嗯，说出去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，谁夸你？恭迎各位同属师掌门。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伴其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头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这个3灵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娘，师傅。庭燕徒儿，听闻你已经中选了，为师甚是欣慰，与有荣焉呐。我清谷天自开创以来，不是说好了我只是走个过场的吗？怎么就被选中了？你能不能跟上面反馈一下？我不想去，有的是人抢这个 offer。什么符？总之，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可我们清谷天只是40之宫下面一个小小的门派。能够入选已然是大幸了，哪有推辞的道理呀？再说了，这是师掌门和8大公主共同做下的决定，已经没有更改的余地了。怎么修仙世界也有这种职场压力啊？我只想当个美丽的废物，而且我对这什么都不了解。那万一我把这个师祖惹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，我可担不了责。你也莫要担心，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藏道君。但听着道号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你若是无心侍奉祖宗，想来他也不会为难你的。3圣山灵气鼎盛，你此次前去，定能提升修为啊！
哎呀，这种升职加薪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，我只想好吃好喝，苟下去就好。恭喜师妹！恭喜师妹！恭喜廖师妹！简直光耀师门！这是师兄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怎么听起来我成了全村人的希望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大。好了，散开！你们呀，莫要再给他压力了。天焰徒儿，你能入选，已为我清谷天增色不少。毕竟，你也不是什么高修为的弟子，又不愿意侍奉师祖。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遣你回来。原来没有什么 KPI 啊！说什么呢？那也行。算了，反正现实是回不去了。暂时远离一下牛马生活，好像也还行。这便是三圣山了。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三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三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慈藏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情况？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师祖息怒！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魔域的。慈藏道君的刺，不是慈祥的刺吧？500年过去了。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10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缕，今日特携弟子百命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聂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。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！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！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
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，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前辈，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。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！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
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得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多岁的祖宗，竟然是个小白脸！你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啊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入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现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穆尼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
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娇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？一下子就不痛了呀！谢谢啊，我叫廖廷烨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。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烨。廖廷烨已顺利进山，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他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回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两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人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。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仅剩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留住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。从出生起便被灭族，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疯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
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火躁动不安？别放他走走。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会是我所需之人吗？魔族为火，五域大乱。上神秦尘降世，除魔卫道，荡清宇内。被尊为武神。皎皎明月与君语，潺潺流年与君同。芸芸花落与君老。陈哥哥，希儿，你说这天道究竟是什么？日月与清，朝为日，暮为月，清为朝朝暮暮。我只想与陈哥哥相伴一生，哪管这天道是什么？天道是天之恩惠，想让我们在这天道轮回之中，感受芸芸众生。陈哥哥，我们是五域之主，这众生的生老病死、喜怒哀乐，又与我们何干？希儿，你不懂。众生皆苦，就犹如这花瓣一样，只为了绽放的刹那，便会消散如烟。希儿，我们希儿，你陈哥哥，别怪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根本就不懂我。希儿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如此对我？少羽，
奸臣，看我的星河绝印！哼，奸臣，就算你修行绝世，也难逃我的手掌。清晨，你中了天绝之毒，一身神通十不存一。我劝你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困住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天魂剑术，希儿，别让他跑了！追！前尘，无论你怎么逃，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。希儿，少羽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们一个是我最爱的人，一个是我兄弟。为什么？清晨，在你出现之前，我和少羽便是两情相悦。之所以愿意和你朝朝暮暮，不过是为了利用你。本想把你当做一个踏板，没想到你这个家伙还挺有能耐，一路开疆拓土，替我建立了天武帝国。也不管我这么多年和你虚情假意的做兄弟，还要忍受日复一日你和希儿卿卿我我。和你相处只会让我感到厌恶。我和少羽早就约定好了，
等我们成为9天5地之时，便是你命丧黄泉之日。届时，我就能名正言顺回到他身边。秦晨，我承认，你的确是个人物，能凭一己之力在五域成为一代传奇。很可惜，今日你就要命丧于此，成为我开国的祭品。不过，看在多年兄弟情分上，我可以饶你一命，只要你留下一样东西。你们已经夺走了我的一切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的了。你闭关多日不出，想必一定是在研究从神禁之地带出来的那件神器。只要你留下它，我可以留你一条命。我前尘看破了天机，却没看透人心。我追逐了半生，都在与天命抗争，没想到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少羽，你还是不懂我。我前尘贪生，却从不怕死。小心！想死没那么容易，你就算死了，我也要斩断你的三魂七魄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陈儿。陈儿，我这是……你终于醒了，陈儿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娘亲还以为你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娘，你怎么会被人打成这个样子啊？听学院的人说，你和魏家公子诀都是真的吗？他怎会对你下此毒手？这不是存心要我孩儿的命吗？别杀我！陈儿，你怎么了？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的一切感受都是那么深刻。上官希啊，风少羽，他们都是谁？冥冥之中，似乎有一种命数，让我脑海中多了这样一段记忆。没事吧，陈儿？我没事。
你都已经昏迷3天3夜了，吓死娘亲了。以后再也不许你行事如此鲁莽，听到没有？如果你要是不在了，你让娘亲一个人怎么活？孩儿知道了。晨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快喝下这汤药，补补身子。娘亲年轻的时候，号称大选第1美人，是王都无数王侯公子爱慕的对象。提亲的媒人带着礼物踏破了门槛，甚至于当今圣上听说娘亲的美貌，都有意纳她为妃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娘却突然离家出走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。3年后，娘才回到秦府，怀里还带着一个婴儿，未嫁生子，这在整个天武大陆都是极为忌讳羞耻之事，属于不守妇德。若不是我的外祖父力排众议，以秦家的血脉名义收留了我们母子俩，恐怕我跟娘亲早就被逐出秦府，流浪街头了。晨儿，虽然这一次你没有觉醒血脉，但是不要紧，以后还有机会。没有觉醒血脉？哪怕你成为不了一名强者，也没有关系。娘会一直保护你的。娘，你放心，孩儿不会被这点挫折击垮的。既然如此，娘就放心了。大小姐，开个门还这么慢吞吞的。胭脂，晨儿刚醒，身体还很虚弱，你不要惊到她。哎呦，原来陈少爷醒了，那可真是恭喜了。你来干什么？陈少爷就别自作多情了，我可不是来找你的。大小姐，你和我们夫人的约定应该没有忘记吧？晨儿，你好好休息，娘出去一趟。娘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跟你一起。傻孩子，娘就在这王府之中，你好好休养身体，娘亲去学就回。娘，你告诉我，你跟赵夫人到底约定了什么？一个半死不活的人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本姑娘告诉你得了，你娘答应了我们夫人今天和齐王爷见面，现在齐王爷已经到了大厅，就等你娘过去了，你可别坏了我们夫人的好事。你说齐王赵启瑞，赵凤这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竟然让我娘去见赵启瑞那个混蛋！你，滚出去！你是什么？
大小姐，看你教的好儿子，你和齐王爷的事情，当初可是你亲口答应的，想反悔不成？不可能！赵启瑞那个狗东西，之前来找过我娘多少次，都被我娘一口回绝了。我娘怎么可能答应他？这你得问你娘亲啊。晨儿，你伤病初醒，当心伤了身子。娘，只是去见他一面，不会如何的。娘，你现在去见他，岂不是往火坑里跳？陈少爷还有脸问？当初你与人私斗，昏迷不醒，眼看就要活不成了。你母亲恬不知耻的在我们夫人门外跪了一夜，求她赐下回神丹。要不是我们夫人……你住嘴！赵夫人当初可是答应过我，不会将这件事情说出去。母亲为了救我，却受了这般屈辱。大小姐，别说了，我跟你走。娘，我们哪儿都不去。从今天起，孩儿不会再让您受半点委屈。至于你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叫你一声陈少爷，还真当自己是个少爷了？放肆！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只是秦府一个丫鬟。哎呦，大小姐还跟我显摆起来。夫人早就料到你会出尔反尔。来人呐！将大小姐带到客厅去，别让夫人和贵客久等了。大小姐，得罪了。谁敢动我娘？你这个废物！别忘了这个家是谁做主，还不快将大小姐带到客厅去！夫人怪罪下来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陈少爷，是赵夫人让我们带她走的。倘若你执意阻拦的话，就休怪我们两个不客气了。不要命的话，可以试试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娘！你们这群狗仗人势的东西，信不信我按家规把你们流放3000里，一辈子翻不了身？胭脂姑娘，他秦晨毕竟是秦家的人，当真把事情闹大的话，咱们这些下人可没好果子吃啊！哦，是谁要流放谁呀？夫人，这么小的事儿都做不好，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奴婢无能，请夫人责罚。先退一边去吧，丢人现眼。是。哎，月池妹妹，别来无恙啊！没想到啊，我这外甥昏迷了几天，变得这么有胆量，居然要流放我的人，哼，还真是长志气了。赵夫人，晨儿她还年少，只是一时冲动，口无遮拦，还请夫人不要同她计较。年少，身为秦家子弟，不知勤学好进，却在学院与人私斗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，欺辱下人，违反秦家家规，该当何罪啊？晨儿她并非有意。该当何罪的人，应该是你吧？你，哼！你身为秦家主母，却纵容下人随意欺辱秦家子弟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秦家家规。你和王都声名狼藉、为人不耻的淫徒来往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妇德。哎，这我今日是特意来看月池妹妹的，你怎么连本王爷给骂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齐王爷乃我家王兄。说的没错，这个赵夫人祖上与王氏也有些渊源，称我一声王兄也不算僭越呀。我可没说你就是那个淫徒吧？既然你已经说出来了，那我就直说了吧。即使身为兄妹，私下幽会，也的确有违伦常之举吧？赵夫人，你身为皇上御封的诰命夫人，本应该成为天下妇人的表率，行为端庄。此事若传出去，秦家还如何在大玄国立足啊？
是胡言乱语！来人，给我拿下他！谁敢动我晨儿？大小姐，抱歉了。清晨，你竟还敢还手！这可是你逼我的！来人呐，家法伺候，以儆效尤！大胆，还不快把剑放下！放下！晨儿不要！娘放心，孩儿自有分寸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我看过分的是你啊，赵凤。这，以后谁再敢打我娘的主意，下场就如同此晚。赵夫人，你不是说跟月池妹妹说好了吗？七王爷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！解释什么？哼！月池妹妹，今天这事儿，本王并非有意冒犯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的真心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齐王，请自重。啊，月池妹妹，闭嘴！如果你再往前一步，杀无赦！秦勇，别在门外站着了。是。把他给我就地正法。陈少爷，你还是束手就擒，乖乖听从夫人的发落吧。想让我束手就擒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既然如此，恕老奴僭越了。哼！都给我住手！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你来的正好。今天这小畜生简直反了天了，不仅打伤了护卫，还弄伤了齐王爷。够了！你还嫌闹得不够吗？这可不是我要闹，是这个小混蛋。他是你外甥，他要是混蛋，我们秦家是什么？你身为秦家主母的仪容呢？秦王爷，我秦家管教不严，让你见笑了。你还有脸说？你看看，我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秦家子弟都敢对本王动手了！哼！月池妹妹，让你受惊了，你没事吧？秦远红，今天这事儿，我倒要看看，你怎么给我交代。今天这事，秦某自会给王爷一个交代。不过王爷今天到毕府来看舍妹，这事儿传出去不太好吧？秦某府中还有要事要处理，就不留王爷了。秦远红，你好大的威风啊你！今天这事儿，咱们没完！哼！不送。王爷，还有你们，该干什么就都干什么去。是。是。我走。哼。